提到荣耀的系统 MagicOS， 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啊？我知道可能这视频一开始这弹幕就已经飘起来了，别着急啊！这次呢，我们又是在第一时间啊为大家体验到了最新的 MagicOS 8.0。这次全部用完了之后，主观感受就是4个字：全面进化啊！看点还是非常多的。这次全新的荣耀系统到底表现怎么样啊？这端侧大模型还有多设备的互联方面都有什么具体的体验？播这天小白测评马上开始。这次大更新为什么我们觉得诚意比较足啊？我们大概的功能点先罗列一下啊，你看这个数量也能感受到。时间关系呢，我们没法做一的介绍啊。这期主要跟大家聊3个我们主观认为最重要也是最好玩而且比较实用的3个点：任意门、魔法环还有端侧 AI 大模型。首先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个任意门，一句话解释，它是为了解决多个应用间信息流转不流畅的这个问题，可以快速的把当前的软件信息复制到其他软件，并且直接打开。比如咱们很常见的在平台去刷这个穿搭的内容，很容易被种草是吧？这件衣服非常好看，当然这个平台也可以直接购买啊，这400多块钱稍微有些贵。此时作为省钱小能手的你怎么做呢？长按图片保存到本地，退出应用，打开某宝，图片识别，完成比价。这个过程应该很熟悉，但其实也很复杂。这个任意门怎么操作啊？注意看，直接长按往旁边一拖，哎，就搞定了。整个过程非常丝滑，这得吃多少德芙啊！而且你注意看它的动画设计，长按，此时这个图片会跟随着你的手势任意移动，同时图片两侧都会出现这种淡蓝色的光芒，你越往旁边靠，这光芒就越明显，仿佛是在指引着你往这边拉。拉到最右边的时候，此时原本的这个界面真的就像一扇门一样推开了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动画真的做得非常生动。此时右边就出现了各种选项，你不仅可以在某宝上识别图片啊，也能收藏或者说发给其他朋友分享。而且重点来了，它右边的这些功能啊，并不是固定的，而是根据你选择的内容而变化的。比如说我们换个内容啊，不仅是图片啊，文字也可以。朋友给你发来一个位置啊，不是直接定位，是手打的。有这个任意门，你就不需要再去软件地图里面再复制打开了。同样，长按一拖，你注意看，出现在最前列的就不是刚才那个拍立淘了，而是地图等搜索功能。也就是说，它会先识别到你的内容，再去猜测你需要用到的功能啊。识别内容的这个过程，其实就是 AI 在背后默默负重前行啊，默默在做着贡献。这个我们后面也会专门聊到。其实大家可以发现，整个过程呢，就是在帮助用户打破应用间的壁垒啊，让很多跨应用的场景啊变得更加简单直接。很多厂商 OS 都努力在做的这个小窗啊、平行世界啊，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。第二大点，魔法环啊，按照官方的名称应该叫做信任环，但是我感觉叫魔法环还更顺口一点啊，咱们就先这么叫。它是通过控制中心点开，你会发现基于同账号或者说同一 WiFi 下的荣耀设备都会出现在这样一个环上，相互连接起来。其实作用跟果子或者说华子的这个互联其实是一样的啊，但是在体验上确实还有比较大的差别。首先它可以做到跨设备协同，比如说什么传文件啊、共享屏幕啊、共享键鼠啊这类功能就不一一展示了啊，大家都差不多。荣耀这次最大的优势呢，我感觉是它的可视化，它连接了哪些设备，可以使用哪些设备的哪些功能都是一目了然的。比如我点击一下信任环上的这个手机，你就能看到它能共享网络或者共享屏幕啊。我们将屏幕共享直接拖拽到电脑上，就完成了手机和电脑的多屏协同了。同理，我也可以将电脑上的键鼠共享直接拖到平板上，现在你就可以直接用电脑的键鼠操作平板了。而且注意看，此时手机和电脑依然是保持连接的，它们3者都是可以同时共享的。荣耀这次带来了连续多任务并发功能，最多可以并发8个服务，而且呢，它跨屏拖拽的只是服务，并不是程序本身，这个跟其他家还是有本质区别的。这样就可以让不同的服务在多个设备之间进行流转，包括手表啊、耳机啊、汽车啊、打印机啊，都可以加入到你这个环上去。整套功能其实看着挺简单，但其实它要对各种硬件的底层架构都做重新设计。多设备协同这个功能很多年了，很多家也都有。这类功能我们主观认为最重要的2个点，第一个就是要够简单、够直观，你不能有太高的学习门槛啊，要给用户一种我一看到这个功能我就知道它怎么用的感觉。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足够稳定，这个我们看过很多小伙伴吐槽啊，如果因为功能多而导致出现经常断连的情况，那这就属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，这个你根本就没法用了，对吧？我们工作室的设备是非常多的啊，有几百台啊，各种各样的类型，网络环境非常复杂，在体验这段时间里边，确实也很少出现断连的情况啊，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第3大点就是端侧 AI 大模型，第一次听说端侧这个词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。所以这个端侧其实就是跟云侧相对立的一种 AI 载体啊。之前手机上的这个 AI 都是接到指令之后，然后上传到自己的这个云服务器，然后
后去运算、去识别。而端侧这边呢，就是手机端啊，它利用手机本身的芯片就直接给解决了，所以好处也很明显了啊，就是更快嘛，它不需要上传嘛，而且更安全，不会发生什么数据泄露之类的情况。跟其他 OS 不同 ，MagicOS 呢，它是将 AI 融入到了整个系统里面。就之前我们也体验过很多这种大模型啊，比如说画个图啊，或者说写一个报告什么之类的。荣耀这次不同的是，我感觉它的感知性没那么强，但是它可能还更实用一些啊。它的逻辑是 AI 应该从被动响应进化到主动服务，也就是让设备理解人啊去提供个性化的服务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应用建议啊，比如工作室的小伙伴每天9点到工作室之后啊，就会打开飞书开始工作啊，这个时间段飞书这个 app 呢就会出现在悠悠建议里面。前面提到的任意门也会延伸出一些系统层级的 AI， 我经常把新建日程这个服务放在任意门的第3格，这是对我来说最顺手的位置，方便我记录每天的日程。这次在日历里面还有一个我的一天，这也是8.0更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。一句话形容就是它会收集这台手机里面收到的各种关于时间、日程方面的信息，来自动帮我展现我一天的日程，很直观。除了使用任意门快速创建，还有更简单的利用智慧视频来创建，比如当一个朋友发给你一个邀请啊，它可以直接识别出来日程信息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利用语音助手来创建，提醒我今天晚上6点半去楚河汉街吃饭。去吃饭已为您安排在了今天18点30分至19点30分。更直接的还有一些短信里面的，比如说车票信息啊、还款信息啊、这个酒店入住信息等等，它都会自动生成到我的一天里边，给你形成一个时间轴。这其实就是 AI 的功劳了啊。荣耀的思考呢是将 AI 跟各种各样手机本身的功能点结合起来啊，融入进去。但是小问题也有啊，我们也发现，如果你一段文字里边有多条日程信息的话，它就只会识别到最前面的那一条。比如说我们工作室最常见的就是每天的上镜啊、审稿啊这个时间表啊，目前的版本就没有办法统一生成到日历里面。关于这个点，我们也提交给了荣耀工程师们啊，期待后续可以 OTA 完善。还有一个可以体验到端侧 AI 功能的，就是图库语义搜索。这个功能其实各家都有啊，但荣耀这次呢，它不是简单的打一个标签的逻辑，而是真正利用大模型来搜索图库。我们来演示一下。我们打开图库，西湖划船，西湖划船。大家注意看，它不光搜索到了图片啊，还有视频，全部都有。然后我们再搜一个烟花易冷。你手机里面所有关于烟花的图片全部都出来了，然后还可以直接生成视频，帮我制作一段关于烟花的视频。我还说错了一个字啊，你看它直接找到了以下素材，生成视频。很快啊，这速度。哇，这个感觉就几秒钟。然后你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编辑，直接点击，然后就可以导出了，已保存到视频编辑相册啊。比如说，你就简单发个朋友圈啊，是够了的。OK， 这次 MagicOS 8.0的功能点其实还有非常多啊，我们主要聊了3个比较实用的点。本期视频只是浅体验了一下啊，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点啊，日常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。这次8.0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之前和华为确实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像的啊，但是现在呢，感觉荣耀已经找对了自己的方向了啊，不再这个随大流，在功能上面底层的这个思考逻辑感觉都有一些变化了。虽然很多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功能，但是荣耀感觉确实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又多思考了一步。就比如说它那个信任环啊，各种功能的展示啊，还有比较明显的就是任意门啊。关于 AI 大模型呢，它的思考逻辑也跟大家不太一样。我觉得这个对错啊，现在我们还没法论证，但是只要是对用户有利的，用户觉得是好用的，我觉得大方向肯定就是错不了的。后续就交给时间吧。OK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大家产生一点帮助，就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的精彩，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一下白测评。Magic 6和 Magic 6 Pro 的测评，我们应该也马上和大家带来，或者应该已经上线了啊，在频道里面翻看一下即可。关注点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